今天我们将送别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。就在昨天2026年8月11日下午5点14分，这位97岁老人在广州安详离世。遵照他生前的遗愿，丧事一切从简，不设灵堂，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，都是从那首深深刻进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的《我的祖国》开始的。中国人从老到小都会唱。1956年，他为电影《上甘岭》配唱的这首插曲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唱遍了大江南北，直到今天，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一响起，依然能让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。郭兰英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声乐的成长史。他4岁进戏曲团，9岁登台唱戏，13岁就在晋剧舞台上唱红了太原和张家口。后来他被革命新歌剧深深打动，毅然离开旧戏班投身革命，在石家庄首次演出白毛女，把喜儿的苦难与抗争演得入木三分。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他又塑造了《小二黑结婚》里的小琴，刘胡兰里的刘胡兰等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，还把南泥湾、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唱成了时代的印记。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，他的歌唱出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人民的欢乐、疾苦、理想和爱憎，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记忆。在自己60多岁的时候，他告别了舞台，把全部心血投入到民族艺术的教育事业中。不仅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，还变卖全部家产，在广东番禺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，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声乐人才。从艺90多年，他获得过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、最美奋斗者、中国首届金唱片奖等无数分量极重的荣誉。直到90多岁，还一次次登上舞台，为全国观众唱起那首他唱了一辈子的《我的祖国》。更加值得敬佩的是，1994年10月，郭兰英正式将自己首唱的全部经典歌曲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，其中就包括《我的祖国》、《南泥湾》、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等传世作品。他说，这些歌不是我的，是人民的，我替人民唱了几十年，现在该还给人民了。主动放弃了这些作品演唱版权的所有商业收益。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将永远传唱，鼓舞人心。如今，郭兰英先生走了，但他的歌声不会远去。这歌声流淌在祖国每一条奔腾的大河里，留存在每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，更刻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丰碑上。先生千古，歌声永存。今天全网都在悼念郭兰英先生，97岁高龄与我们永别。最后一次见到他出现在舞台是2023年，94岁的郭兰英先生还远赴湖北下县慰问演出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老人就站在了山水之间，周围几代人同唱一首歌，而这是他在2020年的春晚，他的压轴开嗓震撼人心。好山好水，每一次只要他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唱出第一句，全场观众瞬间集体起立，热泪盈眶。所以他的离开不只是少了一位歌唱家，更是一个纯粹赤诚的人民文艺符号落幕了。从小我就听我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，后来学校里的文艺汇演、国庆节的庆典，从我的祖国到南泥湾，再到人说山西好风光，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就深深地刻在我的童年里。这些歌到现在依然也能一秒就点燃在外游子的心，因为郭兰英的歌一直和祖国连在一起。祖辈在他的歌声里见证山河重生，父辈在他的旋律里岁月耕耘。而我们这代人从小没有特意学，也不用刻意记，只要旋律一响，就能伴着他昂扬向上。他的开口哪是单纯的唱歌，是把一代人的家国记忆、岁月共情全都唱了出来。手握人民艺术家国家最高荣誉，一辈子被中国尊为艺术泰斗，可郭兰英却拒绝所有光鲜头衔。她反复说，不就长了一个嗓子，唱了几个歌，演了几个戏吗？观众就是我的老师，就是我的父母，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，
那我承受不了。他从旧社会最底层的戏班苦熬出来，吃过最深的苦，却一辈子心怀家国，俯身大众。他不挑舞台，剧场可以唱，工地边关乡村连队也可以唱。他也不挑观众，千人盛会能唱，几个战士一位百姓也认真唱。他一辈子把观众放在了最高的位置，把艺术当成了报国为民的使命，却从不用艺术抬高自己，只用来温暖时代，致敬山河。如今先生离去，再听不到他舞台上独特纯净的歌声，但我的祖国会代代传唱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散。往后每当我的祖国旋律响起，红旗漫卷，稻浪翻涌，我想我们都会记得，曾有一位先生用一生赤诚为这片土地歌唱。一条大河广州珠江潮声低了一寸。昨天郭兰英走了，享年97岁。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讣告写得克制，不设灵堂，不办追悼会，不告别。他把热闹留给了舞台，把安静留给了自己。可中国人的耳边一时却安静不下来。一条大河只要这些歌词浮起来，黄土地、倒茶地、教室窗、边防哨所、唐人街的除夕夜，全都同时亮了。永远的郭兰英，她不在了，那条河还在流。郭兰英本是从苦水里捞出来的人。1930年，山西平遥贫农家里第4个女儿，4岁被送进戏班，科班出来的青衣、花旦、刀马旦，童子功里夹着鞭痕。14岁在张家口挂头牌，戏迷说宁卖2斗红高粱，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。可他自己明白，旧戏台上的喝彩是给角的，不是给人的。转折在1945年秋，八路军拿下张家口，华北联大文工团演白毛女，他跑去文工团报道，说我参加革命就是想演喜儿，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。1947年石家庄，他第一次扮演喜儿，辫子一甩，雪地里一声北风吹，旧戏曲的身段，民间的嗓，解放区新歌剧的魂，全都撞在了一起。但真正让这条河漫过整个中国的是1956年，常颖拍《上甘岭》，插曲《我的祖国》请过好多名家，导演都不满意。乔羽梅写《万里长江》，落笔一条大河，不是谁都见过长江，但谁的家门口都有一条河。刘氏谱曲，郭兰英进棚一开枪，前半段像赛谷场上的风，后半段像战士回头的笑。录音播出比电影上演还要早，电波一出去，全国都会唱了。这条河妙在哪里呢？他没喊祖国万岁，他先给你稻花、艄公、白帆，岸上住的人，可唱到这是强大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普通人突然就懂了。我守的不是地图，是门口那道湾，我爱的不是口号，是风吹过来的饭香。郭兰英后来讲，这首歌完全代表我的内心，没有祖国就没有郭兰英。她不是代言人，她是河里的水。郭兰英的这一生，歌单就是新中国的有生编年。2019年，她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，这不是润色，是定性。她不是唱给时代听，她是唱给老百姓听。旧社会，她是被卖的学徒；新中国，她是全国人大代表。可她一辈子最稳的身份是文艺新战士。她讲永远把观众当作最可敬的人，注意是可敬而不是可爱，是人民而不是流量。今天我们送别郭兰英，其实不用送。90后、00后在春晚上听得到我的祖国，爷爷奶奶流泪，自己也会鼻酸。这样的一条大河不分代际，郭兰英离开了，但一条大河不会离开。他改名叫乡愁，叫底气，叫我是中国人。他唱了一辈子给人民，而我们接着他继续唱下去。各位粉丝，你们怎么看？